长相思后期，涂山璟的9条尾巴被表哥暗中联合涂山侯给斩了7条，小狐狸就剩2条尾巴了。威风凛凛的9尾没了，那么涂山璟的尾巴怎么断的？涂山璟为什么一开始那么惨？涂山璟的尾巴怎么断的？涂山璟的尾巴是被苍玄给扯断的。涂山璟是小妖真心喜欢的男子，为了他，小妖和苍玄有了心结，甚至还要为其报仇。苍玄内心嫉妒不已，故意和涂山璟哥哥联手，一起将涂山璟给囚禁，还扯断了他的尾巴。苍玄的嫉妒心让其失去了该有的理智，本该存在的公正，现在他只想杀死涂山璟。涂山璟拥有雄才大略，可是他藏得非常深，就连苍玄都没看出来，因此一度被苍玄看清。涂山璟是拥有谋略的，也是清楚身边人的意图，他的弱点就在于有些软弱，不够心狠。这个弱点也恰恰成为后来人拿捏他的点，也是一度让他身处险境。苍玄内心非常扭曲，他可以为了江山稳固，让小妖嫁给他不爱的风龙，可是苍玄却无法忍受小妖嫁给他看不上的涂山璟。从涂山璟因为处理不好家中事务，伤害到小妖之时，苍玄就开始恨涂山璟。这种恨意在当苍玄察觉到小妖爱上涂山璟，要嫁给涂山璟的时候，攀升到了巅峰。苍玄极度的发狂，也恨涂山璟恨得发疯。作为帝王的他无法忍受小妖就是他的逆鳞，他不允许任何人占据小妖的内心，尤其这个人还是他恨的人。涂山璟通过这次的折磨和痛苦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人生信念和追求。他决定要战胜困难，以自己真实的力量回应涂山侯的挑战。他不再畏惧，因为他明白他所代表的是整个家族的未来和希望。涂山璟最终被虐杀，被活生生砍断了9条尾巴，这是事实。苍玄是幕后操纵者，涂山侯是实际动手者。苍玄为什么要割涂山璟的尾巴呢？苍玄割涂山璟的尾巴是为了让其失去寿命和灵力。涂山璟是涂山一族的族长，尾巴代表自己的灵力和寿命，尾巴断了，人也就没了。当初涂山璟发现涂山侯与防风异应的私情后，并没有生气的想要报复2人，反而私下约谈，试图成全他们。可是这2个人却试图毁尸灭迹，并杀害他灭口。幸好涂山璟吸取了之前的教训，早有准备。反扑失败后，涂山侯为了自保，竟然将一切过错都推给了防风异应，声称自己是被他引诱迷惑的。防风异应听后感到失望和悲伤，但他没有反驳，承担了所有的罪名。涂山氏的长老们非常恨他，但他的娘家防风氏更恨他，他们担心他的丑事会影响家族利益，于是决定秘密处死他。为了维护涂山氏的声誉，也为了侄子涂山田，涂山璟并没有公开2人的丑事，也没有同意处死异应。恨无法化解恨，如果杀了异应，那么涂山田就会变成第2个涂山侯，这是涂山璟不想看到的。于是他只是在涂山氏内部声明，将涂山侯逐出青丘，送往浩陵。但他在浩陵依旧享受着涂山大公子的身份，为家族打理着那里的生意。涂山璟让异应假扮生病，然后将他送往一个没有人认识的清水镇。为了不让他消沉，每年春夏他都会让涂山田去陪他住几个月。然而涂山璟的善良却换来了催命符。在和小妖成婚前24天，涂山侯给儿子涂山田下了毒，并威胁防风异应，让他将涂山璟骗到了清水镇。原来由于自己的身世和母亲的偏心，涂山侯的内心逐渐变得扭曲。他一直想证明自己比涂山璟强，这一次他要用生死决斗来证明自己。涂山璟知道自己的灵力和武力不如哥哥，但是在来清水镇之前，他预感到了不妙，于是做了最严密的防御措施。所以起初他并没有太担心，但涂山侯告诉他，之前留在清水镇保护涂山田的人已经全部被杀了，而且他带来的所有暗卫也被包围了。这时涂山璟就已经猜到是苍玄了，因为整个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有如此强大的势力。但他不明白苍玄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楚，就被涂山侯召唤出的本体猛虎撕碎了9条虎尾，并踢进了清水河中，昏迷了过去。等他醒来时，已经是7年后。他也知道了苍玄为什么要杀他，但他没有怪他，反而开导小妖原谅苍玄，不要因为一次错误就对他失去信心。总的来说，涂山璟的悲惨遭遇源于他大哥涂山侯的嫉妒和报复，但这折磨也使他更加坚定自己的人生信念和追求。